为了逃避后母搓磨，我跪着求纨绔小侯爷娶我。小侯爷问：你是说你带了大把嫁妆，嫁我只为了避难，婚后不会管我？我想逗蛐蛐遛鸟玩头子，你还帮我跟父母遮掩？我乖巧点头。他又问：想娶几个娶几个，外室内室小妾通房红颜知己？我继续乖巧的点头。他的笑已经压不住了。那你呢？我娇羞道：我自然要尽妻子本分，小侯爷欠下的赌债，我嫁妆还。丫鬟青离满脸懵逼：小姐，咱们哪有嫁妆？闭嘴！嫁小侯爷，我爹还敢不给嫁妆？他美滋滋把我娶进门，洞房花烛夜，盖头刚撩起来我就哭。你哭什么？我亲一点啊，我就亲一口行不行？啊，我不碰你行不行？谢侯爷怜惜。我躺下就秒睡，完全不管自己右手都快废了的小侯爷。后来他出去玩，我在屋里哭，呜呜呜，黑灯瞎火，没个人陪我，好怕。他跟卖身葬父的姑娘刚说一个字，我那边就哭晕了过去，他只好先带我看大夫。后来的后来，他指着我咬牙切齿道：以后我不玩不赌不嫖不养外室，就天天哄着你，对吗？那你说好要帮我还钱的嫁妆呢？我红着脸，嫁妆没有，但妾身赌钱有那么一点点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小侯爷谢惊鸿把给未来媳妇的聘礼输光了，不敢回家，在客栈躲懒时被我给拦住了。我不要聘礼，娶我吧。谢惊鸿懵了，他再荒唐也知道临时换新娘这个事实在是匪夷所思，转身就要走。而我忍着羞怯，双手捧住他的下巴，硬是把他的脸转到了我面前，含羞带怯：小侯爷，我不好看吗？他恍惚了一下，很快还是推开了我。姑娘再好看也是有缘无分，我爹娘已经选好了我的妻子，我这就……您那聘礼还剩多少？他突然就哑了火。而我说：聘礼我不要，我爹是苏州城有名的富商，嫁妆必然不少，而且……他继续恍惚，然后恢复理智，推了我一把，恼怒道：你这女子怎么听不懂话？我谢惊鸿在荒唐，换新娘这种事情也闻所未闻，话本子看多了。我楚楚可怜道：我的嫁妆可以帮您还赌债。谢惊鸿说到一半的话，嘎一声卡到了嗓子眼里，半天没说出下半句。而我见他不说话，又颤巍巍地说：大不了以后你出去鬼混。谁鬼混？不是鬼混，是附庸风雅。你附庸风雅的时候，我帮你跟公婆遮掩啊。谢惊鸿不说话了。我趁热打铁：以后你想娶几个外室，想要几个通房，我都不会管，你想要几个就要几个。你叫什么？程云燕，程家嫡出的二小姐。回去等着。当晚，听说谢惊鸿死活不肯娶父母选定的未婚妻，说是在街上对我一见钟情，非要娶我，被他爹狠狠打了一顿，并在院子里跪着。大街小巷开始传言，小侯爷那么痴心一片的女子，该是何等惊才绝艳，让人一见倾心。听到这个传言时，我正在和我的丫鬟青梨坐在面摊上吸溜面条子，打扮得像俩村姑，没人能看出来我就是话题中的女主角。青梨嘴里满是面条，口齿不清的要说话，我把一瓣蒜塞进她嘴里，老是吃。她还是忍不住嘶哈嘶哈地问：这是成了？成了，她想要我的嫁妆。可，小姐，我们没有嫁妆啊。先忽悠个夫君再说，放心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他要打你呢，那也比在咱家强。他老老实实的吃面，吃着吃着流下泪来，蒜实在太辣了。我娘亲死了没几个月，我爹就娶了后母。当年我3岁，我后母带过来的一个4岁女孩，眉眼生的和我那风流倜傥的爹一模一样，名叫程云凤。程家嫡出了大小姐程云燕，从那天开始成了二小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后母带过来的那个。10来年里，这母女俩抢吃抢喝抢穿抢关注，桌上的饭菜都要抢第一口，如此上下蹦跶。我爹看的是满脸笑容，女子就要敢争敢说。我信了他，第二天伸筷子和程云凤抢了一根鸡腿，挨了我爹一巴掌，去祠堂里跪了3天。之后这母女俩更是肆无忌惮，尤其是在生儿子之后，我的待遇也就比他房里的大丫鬟强上那么一点点。眼看着到了指婚的年纪，后母很快就给我选好了夫婿，就是他那个打死了3个老婆的侄儿。对方说不要嫁妆，送来的聘礼也都给程云凤留着。
我后母爽快答应了。我必须要找个身份地位都能压住成家的人嫁了，哪怕他是个混不吝的。不就是两头骗吗？谢金红真上门了，我嫁妆就有了，有了嫁妆也不算骗谢金红了。那点赌徒心态我还能没有吗？第二天一大早，谢金红就来说亲了，他一瘸一拐的，带着媒人手里捧着聘礼，但人一点不显狼狈，站在我家这还算富贵的院子里，竟然还有些鹤立鸡群的感觉。我那个拜高踩低的势利眼爹大惊失色，早知道小侯爷为了娶自己心爱的女子和全家抗衡，可惜了大半宿家里的孩子怎么没这个本事，结果发现这女子就是他最不受宠的女儿云燕。小侯爷，您说的是云燕，不是云凤？谢金红斜着眼睛看他，心里早就不耐烦了。小爷，我心爱女子的名字还是记得清的。我爹懵了一会儿，想找我，但突然想不起来我在哪里，低头问身边的丫鬟：“二小姐现在人在何处？”丫鬟满脸尴尬，在帮大小姐包石榴。胡闹，让她好好打扮一下过来。我过来见客的时候，特意带了我最昂贵的首饰，连我娘给我压箱底的东西都翻出来了，光是戒指就带了20个。阳光下熠熠生辉的我，足以晃瞎所有人的眼。谢金红被我那珠光宝气闪瞎了眼，痛快地定下了婚约。一直到谢金红走，我爹还坐在那里满脸懵，他想不通为什么谢金红会看上我，而不是程云凤。但他最后也没问，他更疑惑的是，我那满脑袋的首饰哪里来的？他和后母可没给我多少钱。我说假的。我爹吓出一头冷汗，幸好小侯爷没看出来。他给我订了2套头面撑门面，这是我娘死后第一次，还是看在我快嫁人的份上。婚期定在了半月后，这半个月好好准备，他以后就是小侯爷的老丈人了。他不得不开始让后母准备嫁妆，而我恬不知耻地凑上去问爹娘，嫁妆给多少？我爹顿时冷了脸，我后母指着满屋子的香笼，笑得温柔：“你这丫头，哪有人直接问自己嫁妆的？那满屋子嫁妆都是你的，定不让你在侯府丢脸。”真的吗？我不信。我上去就开始开箱，第1个箱子装的砖头，第2个箱子装的沙子，第3个箱子装的布料，但是下人都不爱穿的粗布，第4个箱子、第5个箱子也都装了一些集市上穷苦人家用的花瓶瓷器。我顿时哭了起来，爹，如果小侯爷心血来潮打开瞧瞧我的嫁妆，看到这些会不会砍了我们全家的头？我爹面色一冷，刚要怒斥我，突然想到谢金红那混蛋的名头，3岁踹哥哥，5岁揍弟弟，7岁开始当街纵马，把自己门牙摔掉，非说是他兄长惊了马。10岁开始进出赌坊，手里但凡有点钱，根本留不过夜，更别说沿街打人、调戏良家妇女以及虐待平民百姓，还真有可能砍了他。我爹大手一挥，这些箱子都给装满了。后母脸色一僵，刚要说话，我就在旁边来了一句：“女儿方才有些兴奋过头，当初娘亲的嫁妆单子直接给了小侯爷，爹也不会怪我吧？毕竟嫁妆太少了，侯府有可能就反悔了。换成云凤，嫁妆就丰厚了。小侯爷再为姐姐去院子里跪半宿。”我后母只得咬牙把吞掉我娘的嫁妆还给了我，但我清点东西时发现她又使了小心思，金的变成铜的，宝石的变成玻璃的，银镯子还带着铁锈，银票歪歪扭扭一看就是假的，房产地契写的挺真，全是假的地址位置。罢了，总有我讨回来的一天。我风光出嫁，洞房花烛夜，谢金红掀起了我的盖头，眉毛微微一挑，这打扮比你那天顺眼许多。侯爷喜欢就好。那天你脸上的金簪太刺眼，晃得人眼晕，都没看清你长什么样，小爷差点以为提错亲了。家财万贯，难免想要展示一番，夫君见谅。他倒是很满意我的乖顺炫富，搂着我就想亲热，结果我哭得惊天动地。他碰我脸，我满脸泪；他碰我领口，我哆嗦得跟筛糠一样；他掀我裙子，我裙子缠在腿上跟裹绷带一样，愣是没扯开。他累了一头汗，气呼呼一甩袖子：“程云燕，你什么意思？”我怔怔看着他落泪了。我哭起来十分好看，清澈的眸子静静地看着他，泪水一颗一颗滚出来，但脸上丝毫不狼狈，充满破碎感。谢金红一下子气就消了，我也没说什么。你哭什么？我用手绢捂着自己的眼睛。夫君，
虽然我胆小又爱哭，但我嫁妆多。他一想也对，还指望我用嫁妆给他还赌债，于是又高兴起来。那行，明天我就带你去赌坊还钱。好的，小侯爷。你怎么不哭了？小侯爷待我好，我不哭了。他似乎有点遗憾。不过赌坊可以去，但让我拿钱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我满箱子假货。这晚我睡得有些晚，实在是裙子缠得太紧了，我自己都解不开，和青离忙活了大半宿。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睡醒，他先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，一边拖还一边抓着洗脸巾子疯狂给我擦脸。喂，程云燕，说好的帮我还债去，你赶紧起来。我不想起，我想睡，但是我往后仰他给我薅起来，往左边栽往右边栽他都给我弄起来，最后我3个方向都跑不了，只能往他身上栽。谁知道这一栽可好，他尴尬地坐在那里不敢动了。我能感觉到他呼吸急促，然后低头缓缓朝着我靠过来，而我此时终于清醒了，猛地一抬头就听到咣一声，他捂着下巴跳下床，手指着我，满脸愤怒。程云燕。我动作利索地下床，清理梳妆打扮见长辈，然后给小侯爷还钱去。谢金红大手一挥，嫁了我不必在意那些繁文缛节，还钱要紧。那不行，我得去，不然翻本的钱哪儿来？我可没啥银子，有也不能给你还债。谢金红家典型的没主见但爱儿的娘，有主见且强势溺爱孙儿的老夫人，以及有心管教无从下手的爹。谢金红的娘握着我的手直摇头叹气不说话，而我则握着她的手，一边笑一边点头。老夫人叮嘱我，金红打小娇惯，日后你得多照顾这些。我乖觉道，小侯爷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小侯爷不让我做什么，我定然也主动为他做。谢侯爷倒是没说什么，直接给银票。去赌坊的路上，我笑得合不拢嘴，而谢金红却蹙眉，我娘似乎不太喜欢你，她还是喜欢柳相家的女儿柳凝烟。我数着怀里的银票，那小侯爷也是娶不了了，让咱爹娶呗。谢金红，程云燕，你信不信小爷打死你？你哭啥啊？我又没有真打。哎，你别哭了，你怎么一哭就晕倒啊？哎呦老天爷，不打了。我默默起身，擦了擦眼泪，谢小侯爷。谢金红，程云燕，你是不是个骗子？我瞬间笑颜如花，哪能呢？我要是骗子，以小侯爷的聪明才智，第一眼就识破了呀。也对，但他还是没那么好糊弄，掐着我的下巴警告我，程云燕，你当初怎么嫁进来的？你我都心里有数，如果你骗了我满脸娇羞，定让小侯爷明白，物有所值。我进去没铺垫不墨迹，袖子一撸，脑袋一低，往谢金红旁边一缩，装作鹌鹑状，夫君，我不会赌钱，这大把的嫁妆，输了怎么办？谢金红，神他妈的物有所值。开赌坊的人背后靠山也硬，根本不怕谢金红，招呼着人过来拉我。既然小侯爷让夫人玩，那就让夫人开开眼。谢金红本想还赌债，结果我也被按在牌桌上了，急得直冒汗。他不会，他还爱哭，你们别吓着他。那房主一听我不会更开心了，那不会更好啊，要的就是不会。结果我装了几轮鹌鹑，就开始大杀四方了，把整个赌坊的人都给赢懵了。而我意犹未尽，然后我大大方方走到房主面前，把怀里的钱财一摊，还钱。还钱？谁的？小侯爷的。房主看着我的眼神意味深长，抬手让人收着，把小侯爷还的利息收好。我大意了，他咋欠这么多？回去的路上他心情很好，路上看到一个卖身葬父的丫鬟，忍不住来了一句，挺可怜的哈。是可怜，但是这世上可怜人多了，都在小侯爷您院子里呢，那些花红翠柳的，家里亲戚都死得不剩几个了，咱院子天煞孤星也不好吧？当初说好的，我随便娶呢。我眼圈一红，欠了那么多债，日子都还没过好呢，还往家里娶人，明儿带着小妾和正妻一块去赌坊给小侯爷捞钱，也不是不可以。说到底你就是醋了，不想让小爷带着丫鬟回去。我满脸难过，小侯爷既然这么不讲道理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他脸都气绿了，不想理我，但他气来得快，消得也快，没多久就又来捅咕我，喂，什么时候还去赌坊啊？我自然顺着台阶下，听小侯爷的。他似乎也看出来我没有之前乖顺，
你就在小爷面前装，明明是个赌神，还装，你怎么赌钱这么厉害？能不能教教我？不是生气吗？怎么说着说着又凑过来了？我十分坦诚，大约是天生的。见我嘲笑他的智商，谢惊鸿又冷着脸走了。哎，别怪我呀，吃饭的本事我可不能随便教人。后母厉害，霸占了我娘的嫁妆，还克扣我的月银，没人管我，但家里上下都是他的人，要打点就需要钱，画本子里的抄书卖刺绣，晚上出去青楼卖唱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赌术竟然是我唯一能学的比较体面的活了，靠着晚上女扮男装去赌坊赌钱，我过得还算勉强。不是我赌术一般，而是我老是出不去。但是谢惊鸿怎么欠这么多？接下来的几日，他天天带我出去赌钱，这赌着赌着，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味。程云燕，你的嫁妆呢？你拿出来一点先还了，钱咱们慢慢赚，怎么现在连赌钱的本钱都是我家拿的？是啊，他家老夫人给我的大金镯子，我每次都拿去押，每次都能拿回来，本钱都是他们侯府的东西。他问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满脸无辜地望着他，像小侯爷欠了那么多钱那种瞒吗？给柳凝烟的聘礼侯府到底准备了多少？我这个赌神都赌累了。你当初求我的时候，不是这个嘴脸。没有呀。我泪眼汪汪地看着他，我只是觉得夫妻之间说话不需要太遮遮掩掩。那你是不是也太不遮掩了？我捂着嘴，那以后我小心一点。他似乎要说什么，最后还是没说，气呼呼地下轿子。我一哭他就没辙，毕竟我给他看的每次都是我角度最完美的侧脸。生气了呗，跟我爹一样，一生气就把我娘随便丢在哪里自己回家了。同床夫妻都这样，更何况我这嫁进来避难的。我若无其事地跟轿夫说，先走吧，小侯也办事去了。结果天擦黑了，谢惊鸿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地冲进房门，把一个油纸包摔在我床边。程云燕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把小爷我丢在街上自己走了。我有点尴尬啊，小侯爷您不是把我丢下了吗？丢下，我都把你娶回家了，我把你丢街上干嘛？他气呼呼地转身冲出门去，过了一会儿又跑回来，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，今儿晚上小爷不回来睡了。说完猛摇着扇子冲了出去，力气太大，还把扇子扇破了。我倒是无所谓，拿起自己床上的油纸包，皱了皱眉，打开一看，却怔住了。是桂花糕。我第一日见他的时候，刚刚吃完许福斋的桂花糕，身上带了一股子桂花甜香，他许是闻到了，许是巧合。青离说，小侯爷人挺好的，小姐。我知道，他家里那些个庶兄庶弟的，比皇帝的儿子打的都欢，偏偏个个好名声，就他这个小侯爷声名狼藉，十有八九有人在背后作祟。上次咱们在炸果子的摊子上听到的，是不是有人在谢惊鸿小时候故意带他去赌钱，让他染上毒瘾的？对，说怎么教都教不坏，憨憨的就带去赌坊了。我沉默了半晌，算了，跟咱们没关系。他赌多少，我给他赢回来就得了，其余的不要多事。他好歹还算尊重我，这就很好了。第二日，谢惊鸿没回来，但求救的纸条来了，上面写着他在赌坊被扣住了。谢惊鸿人不靠谱，倒是写了一手好字，但赌坊的人倒是胆子大，连小侯爷都敢扣押。到了赌坊才知道，赌坊的人也没想扣押他，他是自己不走的，因为同样被扣押住的还有柳凝烟。原来不是不让他走，是柳凝烟不肯走，他也不肯走。柳凝烟生得端庄大气，尽管在赌坊待了一晚，但衣着发丝丝毫不乱，身后围了4、5个婢女，把他包得严严实实。但透过这几个婢女的间隙，他投向我的目光也十分锐利。而我浑然不觉，只担忧地走到谢惊鸿面前，拿着帕子给他擦脸上不存在的汗。夫君，怎地一夜未归，急死妾身了。谢惊鸿脸绷得死紧，身体也僵硬，就板着脸任由我擦，一言不发。柳凝烟恨铁不成钢地看了他一眼，又轻蔑地看着我。你就是惊鸿娶的心腹？惊鸿流连赌场这种地方，你竟也不知规劝。小家子气十足，一味的怕夫君，就不该嫁入侯府，找个寻常百姓家族矣。我知道他身份贵重，不打算回嘴，只一味盯着谢惊鸿。侯爷，你赌了一夜的钱，你怎么能这样？
柳凝烟眼神里闪过一丝快意，现在装着规劝也不是不行。谁知道下一秒我说，那你岂不是一夜没睡？这怎么可以？妾身心疼死了。说完还抹了抹眼泪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谢金红那僵硬的身体突然就放松了下来，看着我的眼神好像还有那么些怔愣和探究。而柳凝烟嗤笑一声，怪不得谢金红对你如此痴迷，竟是个没主见糊涂的。我看谢家未来也就这样了，还能指望什么？走吧。谢金红见他走了，似乎也有点慌乱，追了几步，突然想起来我还被丢在后面，迟疑着又回来了，但是之后就有点心不在焉。那天我为了哄谢金红开心，一口气把他欠的债赢回来一大半，可他的表情还是生无可恋。回家路上他又中途下轿子，我没有走，在路边等他。他拎了一个油纸包上来，里面有黑芝麻馅喜福饼和桂花糕，外加一小包蜜果。他塞给我，我分了一半给他，他也吃。他嫌弃甜，但我分多少他吃多少。经过我不懈的努力，终于把谢金红欠的债一点不剩都还完了。我美滋滋地拿着他的欠条，在房里准备好好歇上一歇。结果我婆婆身边的丫鬟翠喜过来说婆婆喊我。我刚刚拔到一半的簪子，又默默地插了回去，起身去了婆母房里。婆母每次看到我都叹气，我装没看见。她叹了一会儿气，又说：金红玩心太大，本以为娶了媳妇儿，媳妇能规劝着些，结果竟然由着他玩，你也太无用了。这几日你还跟着他去赌坊？我老老实实道：之前小侯爷欠了钱，这几日去还钱。还钱？要还几天？还清了吗？我把欠条拿给他看。婆母满脸复杂。我说，婆母如果信我，就全交给我，日后定然不让他去那些地方，好好在家。上进我是说不出口，我婆母见我的样子，直接表示我也不指望他上进，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别惹事就行了。那没问题。谢金红回来的时候，我正站在晚膳的桌旁帮婆母挑鱼刺，她也没多看我，就大喇喇地往那里一坐。我说怎么找不到你？我明日有些东西要用，你去给我找出来。我点点头，乖巧离开。到了屋里，却没见谢金红要的东西，反而桌上摆了一桌晚膳，都是我爱吃的酸甜口。青离说，小侯爷一听见您在夫人房里站了一天，滴水未进，就先弄了吃的，就去捞您了。我哦了一声，感觉刚刚替他还完赌债之后的自己值得这个待遇，便吃得理直气壮。谢金红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好吃饱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一桌菜分量正好是我的量，一点都剩不下。就看到谢金红进来时，表情瞬间僵硬，你一个人全吃了。我动作矜持地擦擦嘴，啊，小侯爷不让我吃，这是咱们两个人的份。我眼圈一红，早知道我就从嘴里给你省一口了。谢金红，你这话说的，小爷我饿着你，想吃什么让厨房给你做啊。但是想到我今天确实在婆母房里伺候了一天，什么都没吃到。他默默地闭嘴了，只走过来安慰我，以后我娘喊你，你就装病，我老这样，每次他都没辙。我低头不理他，他以为我哭了，凑过来哄我，这就要哭了，也太娇惯了，一看就被家人宠坏了。我直接把欠条拿了出来，双眼亮亮地看着他。谢金红懵了，半晌他惊喜地拿过来，这么快就还清了。他这顿饭实在让我有点心中微暖，想着我也给他点回馈。想要吗？当然。那日后别去了，不然我可不给你赌了。今日婆母可气坏了，下次直接让你把我休了。行嘞行嘞。侯爷给我写个承诺书。他龙飞凤舞地写了承诺书，突然激动地把我搂在怀里，然后拿着欠条一溜烟跑了。他应该喜得不知道怎么着，又给我来了个彻夜未归。青离去打探过了，回来后犹犹豫豫地说，小侯爷去找了柳姑娘，两人一起去茶楼喝茶听曲去了。他有些担忧地看着我的脸色，夫人，咱们……我说，咱们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哪就那么娇惯了？谢金红说的不对，我家人从来没有宠过我，宠过我的只有他一个人。他真正想宠的人也不是我，他看柳凝烟的眼神不太一样。谢金红回来的时候，又是天光大亮，我在屋里睡得十分踏实。他进来说了我一句，你倒是个没心肝的，吃好睡好。我翻了个身不理他。他又凑过来，但惦记着我会哭，没敢太放肆，跟你商量个事。我之前的发小
周尚书家的小儿子弄了几只极品蟋蟀，想让我去玩，我娘不让我跟他玩，你帮我遮掩遮掩。见我没说话，他有点急了，喂，当初你嫁过来的时候，咱俩说好的，我出去玩你帮我打掩护。我笑着说，小侯爷急什么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您尽管去吧。他开开心心的去了，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被婆母罚跪，我眼睛红肿，委屈不已，整个身体摇摇欲坠，一看到他就露出一个微笑，晕倒在地。我在醒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他龇牙咧嘴趴在我旁边，一看到我醒了，他急着辩解，你放心，我全都认了，娘不会再怪罪你了。说完之后又拉下脸来，你这帮人遮掩的功夫也太差了吧，我刚走你就露馅了。我声音低落，带着哭腔，实在不敢在长辈面前撒谎，不过放心吧，小侯爷，我跟娘说，是我逼你去的，绝对不是你自己要去的。谢惊鸿，怪不得我娘揍我这么狠。程云燕，你要是不会说话，下次就哭就行了，成吗？好的，小侯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着我红肿的膝盖，又有点心疼，以后我不出去玩了，免得你遭罪。我又哭了，伏在他怀里喊他的名字。晚上他睡着了之后，我偷偷见了婆母，娘，以后小侯也不会再去斗蟋蟀了。婆母很开心，心疼地问我膝盖疼不疼，然后又塞给我一个大金镯子。我咬过了，货真价实，不像我的，戴久了手上印铜绿色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谢惊鸿说去喝酒，依依不舍送他到大门口，然后泪眼婆娑地看着他。我点好油灯，等小侯爷回来。谢惊鸿，算了，不去了。他说想买几个丫鬟，我马上就安排，丫鬟一个比一个漂亮，一个比一个伶俐，他挑得不亦乐乎。转头一看，我站在风口，发丝凌乱，眼中含泪，摇摇欲坠。谢惊鸿，算了，不要了，反正还够用。更要命的是，他在外头的那个红颜知己清官人，最近好像被人缠上了，非要给他赎身做小妾。于是红颜知己求上门，跪在大门口不肯走，把谢惊鸿的爹气的把家里的棍子都找了出来。谢惊鸿吓得够呛，躲在我房里不敢出来。云燕，要不我跟你回娘家？一回1年不回来的那种。他是真怂啊。最后我说，这是我给你摆平，但是以后你不许再去青楼这种地方。他点头如捣蒜，完全没发现，以后赌场和青楼都去不了了，也没法斗蟋蟀了。于是我出去跟那红颜知己林红婉见了一面，给了他赎身契，他高兴地跟我磕了个头。谢夫人成全，您放心，我的姐妹遍布天下，只要小侯爷再踏进这些地方，您第一个知道。解决了红颜知己的事，谢惊鸿好像突然觉得我这个夫人好像有点能干，这赌钱一流，院子也管得井井有条。虽然他娘经常罚我，但也经常给我送东西。连一向疼爱他的老夫人，最近也经常和他说，都成亲了的人了，别老是和孩子一样，多疼疼云燕。他满脸怀疑地看着我，你好像不是个笨蛋。我，你当时为什么非要嫁我？都成亲这么久了，才想起来问吗？我被我家人逼得没办法了，走投无路，但是小侯爷放心，我会比您能够娶到的大多数女子都做得好。谢惊鸿却会抓重点，你真带了那么多嫁妆？我讪笑，那是自然。那你给我开个箱我看看。我怎么感觉这行为哪里见过？我的嫁妆自然没能瞒天过海，继母弄了很多赝品糊弄我，我明明知道，却也没法闹出来，毕竟出我家那个火坑是最重要的。谢惊鸿越看脸越绿，你就准备拿这些嫁妆给我还钱？你就说还没还完吧。谢惊鸿，倒是还完了。我声音带了颤音，又开始哭。我娘本来是有那么多嫁妆的，但是她去世之后，我继母把持了她的嫁妆，这么多年花了许多，如果不是嫁给小侯爷，剩下的那点也没了。她静静地听着，最后揉了揉我的头发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家没人疼你，以后小也疼你。我开心地看着她，真的。她看着我意犹未尽，真的，你别笑，再给小爷哭一会儿。后来她冲到我家去，拎着我娘的嫁妆单子一样一样要嫁妆，还带了个鉴定先生，还带了我继母给我带过去的嫁妆。你这羊脂白玉手镯不对劲儿，这成色是石头不是玉，你是不是掉包了？这红宝石看着不对啊，你这是玻璃做的吧？还有这对赤金镯子，你瞧这接口处打磨的毛糙不说，分量也轻了半截，
怕不是掺了同料充数。翡翠烟壶对光看全是棉絮，新坑换老料了。银鎏金酒具也不对头，鎏金层薄的透光，用指甲一划就露白。陪嫁单子上写的可是厚鎏金，这分明是偷工减料的次品。东珠项链，珠子大小不均，光泽发乌，把小爷当猴耍。我爹忙不迭道歉，满脸冷汗。得罪侯府那可是大罪，谁也没想到这小侯爷荒唐到这份上，还真拿着老婆嫁妆单子一样一样对，还带鉴定的。说出去不怕人笑话吗？哦，对，他天天被人笑话，早就无所谓了。我爹最后还是无奈表示，这嫁妆单子上很多东西都没有了，所以给我补了一些。谢金红单子一扔，满脸冷意，那也补同价值的东西，你们补的什么破铜烂铁？我爹哭丧着脸把钱都补上，还嘀咕，怎么这小侯爷跟云燕一个德行？谢金红喜滋滋的让人扛着东西回来，把拿回来的银票给我看，你看，我欠的债你给我还完了，别人欠你的债我给你要回来了。他怕我哭，手帕都准备好了，但最后我却一滴眼泪没掉。他一边用手帕干擦我的脸，一边嘀咕，平时那么爱哭，我一点事情做不对，你就跟开了水闸似的，如今怎么不哭了？我说，我已经不会为不值得的人伤心了，只为该伤心的人流泪。他的表情一言难尽，最后手帕一扔，你以后再也不哭给我看了。他气呼呼出去，又一晚上没回来。清理想跟着去看看他去了哪里，我没让。罢了，他给我点尊重，不要太荒唐，日后他想那个妾什么的，我也不会拦着。第二日，谢金红还没回来，我继母就带着程云凤先上门了。她一进来就盯着我的肚子瞧，之后满脸嫌弃。都几个月了还没动静，小侯爷在外头和人家之前的意中人又好上了，人家是高门贵女，到时候直接弄个平妻，你还有什么地位？我低头不语，只拨弄着手上的镯子。继母把程云凤往我身边一推，到底你在侯府势单力薄，把你姐姐留下，你们一起伺候侯爷，那个姓柳的嫁进来也占不到便宜。我就在那里看着他笑。继母到底是在家跋扈多年，完全不知道我在笑什么，只一直在那里说自己的想法，最后见我不接茬，我和你说话呢，你不回应，一直笑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你觉得嫁到侯府就可以不管娘家了？日后若是小侯爷负了你，你看看谁还能给你出头？我却还是笑，这话说的，若是小侯爷负了我，你们不让姐姐赶紧争宠去，还替我出头？不睬我都是好的。继母见我不同意，冷笑一声离开。当天他决定和程云凤自己动手，他把程云凤送到了谢金红经常去的赌坊门口，结果没见着。他又带着程云凤去了青楼，还是没见着人。最后他们听说周尚书家小儿子又搞了几只蟋蟀，便冒险混了进去，结果被人发现了，乱棍打了出去。程云凤的门牙险些被打掉，一路上捂着嘴狂奔回轿子里。他们实在不懂，那个终日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，怎么突然在他的舒适区域销声匿迹了？到了晚上，谢金红溜达回来，一推门就看到眼睛通红的我，他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儿。我今儿去书院读了一天书，没有找小丫鬟，没有买丫鬟，没有找红颜知己，没有斗蛐蛐，没有去赌坊，你哭什么？我问他，我这侯府少夫人还能做多久？他问我，你又咋了？我哭得嘤嘤。我继母说了，要我姐姐过来一起伺候你，免得柳姑娘进来做了平妻，我被欺负。谢金红脸都绿了，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要娶柳姑娘？谁要娶平妻？谁要娶你姐姐？谁又敢欺负你？我都不敢惹你。我哭得身体直打颤，你动不动就一夜不归，谁知道是不是找柳姑娘去了？谢金红满脸通红，你少诬陷小爷。那天茶楼里是碰巧遇到的。他解释了大半宿，我依旧还是哭，不肯相信。最后他一跺脚，行了，我当初输掉聘礼的事他都知道了，他气都气死了，骂我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，他还能喜欢我这样的？换了你，你喜欢不？话音刚落，我就擦掉了脸上的眼泪。小侯爷，夜深了，洗洗睡吧。谢金红有点遗憾，你这就不哭了？还伸手摸了摸我脸上的泪水，眼神里满是意犹未尽。你再哭一个，小爷我钱都给，不是命都给你。这小侯爷是不是有点不对？1年后，我和谢金红圆了房，他表现得游刃有余，不停地问我，云燕，喜欢这样吗？喜欢那样吗？你觉得哪里更舒服？
亲这里行吗？我脸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，含着泪说都行。结果，只要是他问的，那都没有用上，嘴巴上荤话一串接一串的，结果手笨的要命，弄得我很痛。他还问我小爷有没有很熟练，我哭得厉害，结果我哭得越厉害，他越发狠，不停地吻着我的眼泪，再多哭一点，云燕，再多哭一点，我喜欢。我第一次觉得我这赌神做了个赔本买卖。番外，我娘亲是懂得韬光养晦藏拙的，她觉得我窝囊点挺好，所以家里的那些叔兄叔弟陷害我时，她觉得差不多点的名声就别到处洗了，免得像她之前几个孩子一样夭折。名声坏了，还经常替人背锅，但我安全的长大了。我娘说名声都是个屁，活下来才是硬道理。而程云燕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女人眼里带着一股子死意，我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下来。但是我没有告诉她，我根本就没有输掉聘礼，就是柳宁烟说她不想嫁给我，让我自己找个理由别来提亲，我就随口说把聘礼输了。竟然还有人巴巴地跑来帮我还钱。柳宁烟说她定然是有所图，而不是对我有情。我不愿意相信，但也知道她说的是事实，这姑娘找我纯属为了逃难。我娶了她，但没想到她哭起来这么好看，赌起钱来又这么厉害，这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媳妇儿吗？但她眼里好像没我，看到我娘给她的金镯子时，她比看到我脱光了还兴奋，当然我也没有机会脱光，她看到我脱衣服就哭。小爷，我白练了8块腹肌，竟然把媳妇看哭了。我没忍住，还想让她多哭几次，于是我故意夜不归宿，故意碰到柳宁烟就往上凑，还得让她知道，搞得柳宁烟对谁都没好脸色。但最后她真的哭了，我还是心疼。最后我想，要不在床上哭也行。她什么时候愿意圆房啊？不让我碰丫鬟，不让我买丫鬟，不让我找柳宁烟，也不让我夜不归宿，但她倒是管我啊。我到时候一定让她好好哭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